上个月我装了好几台主机，所以收到了很多小伙伴的私信，比如这个，他说想配一台8000左右的电脑 ，CPU 要用 AMD 的R55600X， 可以玩绝地求生。这是个懂行的朋友。5600X 性价比确实没得说，特别是游戏性能非常出色。不过他后面的回复让我有些无地自容，抱歉，俺真的不是故意的，主要是平台太多，每天收到的私信数量不少，真的是看不过来。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私信，他让我帮推荐一个台式电脑，以视频剪辑为主，并且游戏能带动原神最高。我问他什么价格，他说1万左右。大家也知道，努力满足粉丝们的要求一直是我的不变追求，所以也就有了今天这期视频。这一台主机是微星的宙斯盾 Z5， 主要搭载的是3A 平台的硬件，并且允许我们自由选择配置。说白了，这就是一台准系统。这类主机的优势是价格和我们自己买硬件装机相差不多，又能享受品牌机的质保。同时大部分硬件都已经安装到位，我们只需要简单的安装内存、硬盘、显卡即可，属于懒人装机，特适合对装机特别是接线有些头疼的朋友。接下来咱们打开侧透面板看一下这台宙斯盾 Z5 的具体配置情况。首先看一下主板，它用的是微星的 B550M 内置蓝牙和 WiFi， 搭载的处理器是 AMD 锐龙 5600X 7纳米制程6核心12线程，加速频率 4.6GHz， 搭载一个微星寒冰240水冷 ARGB 灯效可调。不过有点抠门的是，并没有预装机箱前后散热风扇。我问过客服，说是这套配置散热上无需担心，不需要机箱风扇。可以看到所有的线都接好了，甚至连机械硬盘的线都预先顺好，对我们用户来说可省了不少力气。这一条是显卡的电源线，也都预留到位。电源部分它用的是一块微星750瓦金牌全模组电源，对于这么一台中档主机来说也完全够用了。你总不会给560X 搭配一张3090吧？再看一眼接口部分，除了这些常规接口，我们可以看到这块主板上还有3个显示器接口。当然这不是给560X 用的，而是给带有核显的 CPU 准备的。比如果你没有太多游戏需求，可以用5600G， 它拥有的核显性能其实是适合大部分的普通用户的。看完了主机，再来看一下我为这台主机选择的一些配件。我选的是准系统加显卡的套餐，所以内存和固态还是用的我自己的。先来看一下这块显卡，来自汉凯的一块 RX 6600XT， 用它来搭配 AMD 的560X， 简直就是一套最完美的组合。如何？这配色还不错吧？660XT 同样是7纳米工艺制成，2DN2 全新架构，功耗降低了，性能相比上一代却提升了1半以上。来，开心的撕个膜吧。这块660XT 整体的外观设计还是很上档次的，特别是这个风扇的配色我很喜欢。散热方面，4热管加散热片加3风扇，无论是游戏还是玩超频都没啥问题。背面是一整块全金属背板，既能辅助散热，也能长久的保持 PCB 不变形。接口部分，3个 DP1.4， 一个 HDMI 2.1， 最大支持 8K 60Hz 视频输出。当然我家境贫寒，可买不起 8K 显示器。稍后的游戏测试环节，咱们上一台 2K 的，所以我感觉这块显卡应该是非常适合那位开心的长哥朋友。再来快速看一眼内存和固态，内存就不需要多说了，在我视频中出现过多次，除了频率略低没啥缺点。32G 也很适合玩游戏，更加适合视频剪辑工作。我们来看一下这块固态硬盘，这是一块西部数据的 WD Blank SN850， 容量 1T， 最高顺序读取速度7000MB 每秒，写入速度5300MB 每秒。当然也不是全新的，属于我的库存之一。与常规的 SN850 不同，我这块是 RGB 炫酷版，除了拥有灯光，还覆盖了一套酷炫的散热装甲。当然选它的最大一个原因还是因为它支持新一代 PCIe Gen 4技术，搭配宙斯盾 Z5 可以极大提高游戏加载速度，玩游戏嘛，要的就是快。装好了，准系统装机就是这么简单。同时因为我这块 SN850 中之前装过系统，所以直接安上就能用，节省了不少时间。这是开机后的 RGB 效果，看起来还不错吧？哦，刚才也说了，这块 SN850 也支持 RGB， 这就是它的灯光效果了。虽然没有那么的夸张，但也算是一个小小点缀。进入系统，我先给这块硬盘跑了一下测速，还不错吧？和官方标注的一模一样，还略有小超。然后又用娱乐大师跑了一下分，最终得分127万。作为一台中档游戏主机，这个分数玩大部分3星大作应该是没啥问题了。然后是 3D Mark， 最终显卡分数9393， CPU 分数7356。有相关经验的小伙伴可以自行对比一下。那么现在就来到了第一位粉丝最关心的绝地求生测试环节了。我想看到左上角的 FPS 数据，这位粉丝朋友应该不用再担心什么了。在 2K 最高画质下，游戏帧数在160到200之间，可以说是玩得非常流畅的。然后是第二位粉丝朋友关心的原神，在 2K 最高画质下 FPS 稳稳的60帧，貌似原神 PC 端最高就只支持60，所以用这套配置玩原神毫无问题，而且根本用不到1万元。接下来是 2K 最高画质下的战地1， FPS 在120到130左右，哪怕战斗场景下也在110以上。随后又换成了 1080P 画质， FPS 稳稳的144，
但是由于我这台显示器的刷新率最高就是144，所以1K 画质下的实际帧数我没有测出来。再来看一下 CSGO， 没说的，这游戏不需要那么高的配置 ，FPS 在200以上。我确实好久没发 CSGO 视频了，一定尽快补上。接下来是赛博朋克2077，首先是2K 并开启光线追踪下的测试情况。如你所见，只有10多帧卡成 PPT， 然后关闭光追，只用最高画质 ，FPS 来到了20至30左右，仍然无法让我们理想的玩耍这款游戏。接着是中档画质，这次提升不少，来到40多一点。综合以上情况，在 5600X 加 660XT 这套配置下，玩2077这类游戏最佳搭配应该是一台 1080P 显示器。瞧，改成 1080P 分辨率，这时的 FPS 就好太多了。70左右的帧数完全可以非常友好的游玩这款游戏，当然肯定画质上有些不如 2K， 看吧，右侧这位大妈身上的纹身都没有之前那么清晰了。泰坦2是我买来却一直没有好好玩下去的一款游戏之一，主要是感觉花里胡哨的，战斗起来也得飞来飞去，头晕的要命。有相关需求的小伙伴可以参考一下这套配置的帧数，也是稳定的144左右，非常给力。但是我就没那么给力了，测试的这几分钟内全程被打，直接被打得摸不着北，找不到边。最后再来看一眼《永劫无间》，2K 极高画质下帧数只有45，不到60的 FPS 玩起来其实挺吃亏的。我们调到高画质看一下。高画质下有所改变 ，FPS 来到了50出头，但仍然没有达到我的预期。不过当改成中画质 ，FPS 就上去了，达到了70至80之间，这已经可以非常痛快的游玩这款游戏了。但前面也说了，我感觉这套配置玩游戏最好还是搭配 1080P 显示器使用。咱们试一下 1080P 下的帧数情况。不错，1K 高画质下 FPS 直接来到了100左右，可以让你玩得更加痛快了。特别是在遭遇战时，更高的帧数往往可以让你赢得更多先机。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通过以上的测试，想必大家也了解了这么一台终端配置的3A 主机能为我们做些什么。当然，值不值得买，或者说是自己组装还是买准系统，这个见仁见智，大家根据自身情况决定即可。最后，如果你还想看其他配置的测试，也可以留言给我，等我的小金库再充盈一些，或许可以再安排一波。